但有一点，若是有朝一日，若我血岩一脉碰到生死危机时，我会向四散在各处的血岩一脉强者传讯求救。到时，希望你们可以尽可能地赶回来救援。可以。如此，那就行了。滴一滴精血进去，从今天开始，你便是我血岩一脉的人了。剑无双，从今天开始，你就无需叫我岛主了。同是血岩一脉的人，你我算是师兄弟，你叫我河源师兄便是。河源师兄，走吧，我带你去血岩国度的修炼之地。剑无双，这便是我血岩一脉开创者留下的石碑。我血岩一脉的后代强者，便是从这石碑当中，将那血岩国度给领悟出来的。有意思了。这石碑，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乃是由古魔晶构成的。那古魔晶在万古混沌世界可是颇为珍贵的，如此巨大的一块古魔晶，价值无量。可那血岩一脉的创始者，竟然用古魔晶来记录秘术法门，就算是万古混沌世界的一些大势力，都不至于如此的奢侈吧。看样子，这血岩一脉的开创者实力非同一般呐。非同一般，能够达到何种层次？单单从一尊古魔晶的石碑说明不出什么。不过不管这血岩一脉开创者如何了得，跟星辰一脉创始者比起来，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这还用你说吗？剑无双，血岩国度一共分为4重，纵然只是第1重，想要领悟出来都非常艰难。我当初在这石碑下枯坐3000年，方才将血岩国度第1重给领悟出来。至于第2重，直到现在都无法领悟。你的天赋悟性比我要强上不少，但时间却不太够。你尽量抓紧时间，争取早一点将血岩国度第1重给领悟出来。领悟了第1重便足矣。至于接下来3重，等你度过了神劫，再花费时间来这慢慢领悟便是。知道。既然如此，那我跟师叔就不打搅你了。你便在这慢慢领悟了，但切记要注意时间。啊？怎么回事？河源师兄不是说这血岩国度领悟起来极其艰难吗？他在这石碑之下枯坐3000年，方才勉强将第1重给领悟的。为何我才在这短短3天，那血岩国度的第1重我就领悟了？怎么会这么容易呢？你要搞清楚，那血岩岛主说这秘术难领悟，是基于他自己的悟性跟能耐的。首先，这血岩岛主的悟性只能算是一般，跟你根本无法相比。而最重要的，还是你点燃了灵魂之火。石碑乃是由古魔晶铸成的，而古魔晶对人的意识是会产生一些阻碍的。用意识覆盖这尊石碑，所看到的东西根本不齐全。我估计那血岩一脉的开创者是故意如此，是为了考验后代弟子的悟性。可你虽然实力不强，但你是逆修，点燃了灵魂之火，你的灵魂之力覆盖这尊石碑，那古魔晶无法对你造成任何影响，你看到的东西自然更全面。两者结合，你领悟秘术的速度自然远非那血岩岛主所能够相比的。这样啊。既然第1重秘术我只用了3天时间便领悟了，那剩下的3重秘术我索性也一并领悟了，反正也用不了多久。
强横的力量啊，这便是血岩国度，感觉上倒是跟领域类手段有几分相似。怪不得金阳宗主、天圣府第一府主都是第二重天巅峰界神，可实力上却都不如血岩岛主。就是因为血岩岛主拥有血岩国度这重秘术，一施展整体实力直接提升7成，而且单单第一重便如此强横，接下来的第二重、第三重、第四重又得有多强？拥有血岩国度，我的整体实力再次大涨，渡那逆修劫的把握也更大。两位，让你们久等了。剑无双，你这么快便出来了？这才多久？那第一重秘术你领悟了？领悟了，不仅领悟了第一重，后面的3重秘术我也都领悟了。4重秘术都领悟了？1年时间，4重秘术全部领悟，怎么可能啊？怪物！剑无双，我血岩一脉最厉害的就是这血岩国度秘术，这也是我们唯一可以帮到你的，而剩下的就看你自己了。第51步总算是破解了，足足100年的时间，从第35步到第51步，竟然只破解了16步。剑无双，你当这小罗星局是这么好破的？你别忘了，你只是一个界尊而言，境界毕竟太低了些。100年时间能够破解第51步已经不错了，你还想奢望更多？也对啊，现在距离逆修劫到来只剩下最后的10多年了，这10多年必须好好抓住。120年时间，我已经将自己应当提升的全部提升了，所需要准备的也全部准备好了。唉，该动身了。好家伙，你的逆修劫明明还差10天，可这雷云却已经开始汇聚积蓄威能了。这雷云怎么会积蓄的如此之早？的确太早了些。正常修炼者渡神劫一般都是神劫降临前的1个时辰，这雷云才开始汇聚。可是剑无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的神劫应当还差几日才对。准确的说，还差10天。剑无双，我已经尽最大努力去帮你了，能否度过这神劫，就看你自己了。10天后神劫才会真正降临，可这雷云现在便开始积蓄了。剑无双，大禹界域公认的第一天才，连青阳都比不过你。可越是耀眼的天才，神劫也就越强横。本座倒要看看你如何度过这光是雷云就足足积蓄了10天10夜的神劫。这剑无双天赋的确没话说，上次他跟青阳界神交手，本座以为他必死，可谁想到最后死去了的竟然会是青阳界神。而这一次如此可怕的神劫，他怕没上次那么好的运气了。神劫征兆便形成了雷云，而现在距离神劫降临还差10天，这雷云便已经开始汇聚积蓄起威能来。也就是说，等神劫真正降临时，这雷云已经积蓄了足足10天10夜。我在飞雪神国内闯荡了那么多年，也见识过无数强者或是天才渡神劫了，但见过最耀眼的一位天才，他渡神劫时，那雷云也仅仅是提前积蓄了2天的威能，而这剑无双的雷云竟然提前了足足10天。太强了！无苍，你当初渡第3重神劫时，那雷云散播出来的威压有这般强烈的吗？没有，
你的呢？我第3重神劫渡的是火劫，那威压堪称恐怖，可感觉依旧比不上这剑无双第1重神劫的威压。要开始了，要来了吗？剑无双，我寄生在你身上也有数千年了，这数千年你碰到危机、遇到麻烦，我都可以给你一些建议，给你最大的帮助。但这一次，一切只能靠你自己。去吧。国王，我要是死在这逆修劫中，你便自行离开，去万古混沌世界，寻找新的古神。若是短时间之内找不到古神的话，你可以选择返回清火界，重新回到星辰雾海内，起码还可以保住性命，等待新的古神到来。我知道，剑无双，就算到了最后关头，也千万别放弃，一定要度过这一关。逆修劫，万古混沌世界最可怕的神劫。此外，我还是4星巅峰王族古神，这一渡劫，古神劫也将同时到来。老天啊，你可真是看得起我。不过我剑无双的命，却不是谁想收就能够收的，就算是老天也不行。逆修劫，古神劫，来吧！紫金色，紫金色神雷，单单这种程度的神雷，连让我出手抵挡的资格都没有。天哪，他到底在做什么？神劫都来了，他竟然将自己身上穿的那件战甲给去掉了，而且看他的样子，分明没打算出手抵挡那道神雷，他这是找死吗？难道是自知必死，索性干脆放弃抵挡吗？这剑无双就这样死去了吗？痛快！他竟然没事，毫发无损。这不可能！硬生生被那道紫金神雷劈中了，竟然没有受到丝毫伤害，连气息都没有丝毫削弱，甚至我感觉他气息还变强了。紫金色神雷的威能，纵然是我也得全力以赴方才可以挡下，而他单凭自身神体就硬生生扛住了。以神体硬扛雷劫，这小子还真有胆魄，霸气。还不能高兴得太早，毕竟这神劫才刚开始而已。这第2道神雷他竟然也扛住了，第2道神雷明显比第1道要强大得多，他竟然还不抵挡。虽然受伤了，没有第1道那般轻松，但终归还是抵挡住了。怪物啊！第1道神雷，我凭借神体可以轻易抵挡下来，但第2道神雷威能之强，却近乎达到我身体所能够承受的极限。这第3道神雷比第2道还要强上数倍，光凭我的神体很难抵挡住。继续。赤红色神雷，古神第3指，灭世。好兄弟，咱们上！永恒之光。龙啸，还没结束，怎么会这样？不可能，这不可能的！是火劫！天哪！逆修劫，真正可怕的地方又来了。
秦命案，不动如山。破！竟然还有第8道！我的灵力、古神之力乃至灵魂之力都已经耗尽了，只能用渡劫丹了。这渡劫丹既然是强行将周边的神雷之力转化为自己的灵力，管不得只有在渡神劫的时候用。火劫，完整的火劫！那是血岩国度，是血岩国度，血岩岛主的成名秘术。血岩岛主竟然将血岩国度传给了他。来吧，这一剑是我闭关100年，通过破茧的小罗星菊得到的浩瀚剑术积累，又花费10数年时间不断的消化参悟，最终放在创出的。这一剑是我专门为这逆修劫而创，它应劫而生，为破劫而存在，它的名字便叫做噬劫。那是2阶绝学。最后一道，竟然还有第9道，还有最后一道，这是最后的考验。最后一道神雷，应当也是最强的一道。第1重神劫，竟然遇到足足9道神雷，这简直不可思议啊！他若是死在这最后一道神雷之下也就罢了，可若是渡过去了，那他今后的成就，当真不知会达到何等地步。剑无双，只差最后一步了。这最后一步，无论如何一定要闯过去啊！渡过去！最后一步了，千万别放弃！加油！最后一道神雷，生死就看这一步了。两道神雷，雷劫、火劫同时降临。混账！他在做什么？怎么回事？他这是怎么了？心结，是心结。心结，不可能，这不可能！仅仅只是第1重神劫，再如何可怕，也绝对不可能可怕到这般地步。雷劫、火劫、心劫3种神劫，竟然同时降临在同一个人身上，这种事情我听都不曾听说过。正常的情况下，再如何了得的天才，杀戮再多，也不可能迎来如此恐怖的神劫呀！除非，莫非这剑无双是逆修？他现在渡的不是神劫，而是传说中的逆修劫。逆修劫，这剑无双，竟然是传说中的逆修！我剑无双修炼至今，一直遵从自己的本心行事。虽然杀人无数，但所杀之人都是该杀之人。我无愧于自己的本心，无愧于任何人，更无愧于天道。现在，光凭区区心魔就想影响我，做梦！陪我起！来吧！剑无双呢？没有声息，一点声息都没有。死了吗？还好在最后一步失败了，
要不然……哎，可惜了。是很可惜。一个真正的绝世妖孽，就连我飞雪道场内，或许也没人能够与之相比的绝世妖孽。他若是能够度过逆修劫，将来注定成为真正的巅峰强者，远远凌驾于我等之上。但结果他却失败了。当然，这怪不得他，实在是这逆修劫太可怕了。剑无双，不对，不可能的。你若是真的身死了，我作为你的寄生兽，自然也会有所反应，可结果却没有。你我之间依旧存在着一丝联系，这就说明你还没死。找到了，哈哈，好小子！不出意外，那神光应当要降临了吧？怎么回事？这雷云怎么还不散去啊？不应该呀，难道剑无双没死？啊！那是神光。神光降临，剑无双真的没死？怎么可能？九道神光。果然，所渡的神劫越可怕，渡过之后得到的好处也就越多。当初我渡的3重天神劫，因为是火劫的关系，渡过之后3道神光降临，每一道都有过2丈宽，令我得到了莫大好处。可现在这剑无双渡过了如此可怕的逆修劫，所得到的好处也出乎我们的想象。足足9道神光，每一道还那么巨大。我很好奇，当神光洗礼结束，他完全蜕变达到神界之境后，实力会达到哪一步？运气不错。这种感觉好舒服呀！神力，这是我的神力吗？苦王之前说过，神力的强弱，包括神体的强弱，都取决于融合道的强弱。有的人融合的道层次极高，所以一突破界神，神力层次便是1重天高等乃至巅峰层次。所以当他们的绝学提升上来之后，他们很容易就能成为1重天高等或者巅峰界神。可也有人因为融合的道层次太低了，所以一突破界神，那神力堪堪到达初等界神的门槛。就算今后他们借助绝学，借助秘术不断提升威能，可想要成为1重天巅峰界神依旧非常艰难，至于成为2重天界神更是奢望。而我可是足足融合了3条最强剑道，而且我还是逆修。这一突破界神，我的神力便强得离谱。我有感觉，我的神力强度比起一般的1重天界神巅峰来，还要强上足足100倍。五星古神啊，传承记忆。古神一族的无上绝学，原来并不仅仅只有3支。有了这新的3支，我手中便要多了一招底牌。剑无双，剑无双，哈哈哈！古王，能再次看到你，真是太好了。我也是。来吧，没有你在我体内，我现在还真不舒服。剑无双，你的变化还真大呀。哼，还可以吧。身体提升到这般地步，神力更是强横至极。你现在的实力肯定也很强。是很强。我自己都能够感觉到，现在的我很强，比之前要强大的多得多。但到底强到哪种层次，我也还没搞清楚。看来还是得找个人验证一下。验证一下。
剑无双，佩服，如此恐怖的神劫你都能渡过去，当真厉害。剑无双，我很庆幸能看到你渡这一劫。待会儿若是没什么事的话，我想找个地方跟你好好谈谈。可以。剑无双，恭喜！恭喜恭喜！九海界神，剑无双，你的命可真够硬的，连这样的神劫竟然都没能杀死你。哼，命硬，的确，我剑无双要不是命硬的话，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但是就是因为如此，我才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度过危机。九海界神，很快我便会离开大禹界域了。离开？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只是想告诉你，我要是离开了，你就没有给你2位弟子报仇的机会了。所以你要是想报仇，最好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哼，你以为我会就此放过你吗？当然不是，我根本没想过你会放过我。所以我现在打算给你一次将我杀死的机会。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儿吧。就在这里，你尽管出手来杀我，我担保我血岩岛的强者不会出手的。另外我也会请大禹公主不搭理此事的。怎么样？剑无双，剑无双，你是说要跟我1对1正面厮杀？对，这是你唯一可以替你2位弟子报仇的机会，至于抓不抓得住，就看你自己了。本座好歹也是堂堂一位2重天界神，周边又有这么多人看着，不管怎么说，也不能被一个刚度过神劫的1重天界神给吓住。剑无双，这可是你自找的。出手吧。他刚度过神劫，体内的神力应当才开始转化，整体实力提升应当不会太大。不过他的底牌却有不少，我不能让他有机会施展出底牌，直接爆出最强实力，以雷霆之势斩杀了他。这是本座苦修漫长岁月所创出的最强一强，剑无双，你受死吧！好强的威能！不愧是九海府主啊！虽然是天圣府4大府主当中垫底一个，但好歹也是一位2重天界神呐。这九海界神竟然一开始就施展了最强绝招。这一枪感觉好弱呀。找死！怎么可能？九海界神，你的最强实力便只有这种程度？我，哼，太弱了。单单这等实力，你连死在我手中的资格都没有。给我滚！他的护体能力本就强横，之前在渡劫时便依靠神体硬扛了3道神雷，一渡过神劫，神体自然也会大幅度提升，能够单靠神体扛住九海界神全力一击，这我倒还能够接受。可单单一道暴喝，竟然就令九海界神重伤，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是神力？他那暴喝声当中蕴含着极其强横的神力，那神力的强度，如果老夫没有看错的话，怕是已经达到2重天巅峰界神的层次了。仅仅1重天，神力便能媲美2重天巅峰。逆修，这便是传说中的逆修。
九海界神，我已经给了你机会了，但现在看来，你这一辈子恐怕都没法替你的2位弟子报仇了。金阳宗主，金阳宗主，你之前逼问过我，关于你儿子金风之死是不是跟我有关系？现在我可以回答你，金风之死的确跟我有关。你若是想报仇的话，也可以来找我。果然是你，跟九海界神一样，我也给你一次报仇的机会，出手吧。好胆！这剑无双，他到底在想什么？这有些不理智啊！金阳宗主，2重天巅峰界神，不知道现在的我是否可以跟他正面一战？剑无双，受死哼！2重天巅峰界神跟2重天初等界神就是不一样。来吧！好强的力量！果然，我是逆修，用融合了3条最强剑道，一突破界神，便比1重天巅峰界神要强出100倍。再加上血煞降甲第2阶段的威能，神力爆发便已经不比2重天巅峰界神要弱。此外，我还是5星王族古神，古神之力爆发起来，令我在力量爆发上比一般的2重天巅峰界神还要强。单纯力量的硬碰硬，这金阳宗主不是我对手。金阳宗主，拿出你的全部实力来吧，要不然那金风的仇你也不用报了。小子，你也就是力量上强一点罢了，但本座奈何不了你。九方地印，虽然在力量上我比他要强，可在绝学上差距却依旧巨大。绝学比不上，只能靠其他手段去弥补了。什么？怎么可能？我的实力竟然被生生压制了5成！闭眼流沙领域是依靠神力催的，神力越强，催的威能自然也就越离谱。现在这剑无双虽说只是1重天界神，但神力却丝毫不比2重天巅峰界神要弱。以这等神力催领域，就算是我等3重天界神，估计也得受到些许影响。而一个2重天巅峰界神，在闭眼流沙领域内被压制了5成实力，那是很正常的。好强啊！我的力量比他要强，且我刚刚已经动用闭眼流沙葫芦了，血岩国度双重领域了，还施展了自己的最强剑术，结果竟然依旧处于下风。剑无双，你现在才刚刚创出2阶初等绝学罢了，想要跟着金阳宗主正面抗衡，终归还是差了一点儿。等你今后创出2阶高等绝学了，应当就可以跟他正面一战，且不落下风了。2阶高等绝学，我全力一击，虽然将他震飞出去，但他却毫发无伤，连气息都没有削弱丝毫。到此为止吧。金阳宗主，九海界神，老夫知道你们与剑无双之间有着不小的恩怨，但剑无双已经给你们机会了，可你们却没能把握住。那从今天开始，你们2个，包括你们所在的势力，都不得再去找他的麻烦，否则无需他出手，老夫也会对你们不客气。是。好了，事情已了，都散了吧。剑无双，你也坐吧。剑无双，之前我跟你说过，你若是渡得了神劫，我便会给你一枚令符，引荐你加入飞雪道场。而现在没必要给你令符了，等过段时间，等我与大禹那件事完成之后，我便亲自带你去飞雪道场，如何？飞雪道场？
剑无双，那飞雪道场你没必要去了。飞雪道场虽然是一个神国的天才集中营，但相对于整个万古混沌世界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跟你所在的星辰一脉也完全没法比。我之前是担心你实力太弱，无法独自前往星辰一脉，所以才想先让你先去飞雪道场修炼一段时间，等实力提升起来了，再去前往星辰一脉。可现在，老实说，我也没想到你一度过逆修劫，仅仅1重天界神的你，实力便可以强到这种地步。现在的你，只要稍微再用一点时间提升绝学，便完全可以跟2重天巅峰界神抗衡。且凭借你强横的神体跟众多手段，就算碰到一般的3重天界神，你也可以保命。有这样的实力，就没必要在飞雪道场内浪费时间了，你可以直接去前往星辰一脉。乌苍大人，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飞雪道场还是算了。算了，剑无双，你可得想清楚啊！你虽然天赋奇高，而且还是逆修，但一个人盲目的去摸索、去修炼，始终还是比不了在优异的环境、大量资源资助、无数强者指点下成长啊！剑无双，武苍兄眼界极高，寻常的天才他都看不上，可这次他就要亲自令你加入飞雪道场，这可是一次难得的契机。你的天赋也只有在飞雪道场那样的地方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出来，你千万莫要因为太过自信而耽误了自己的前程。两位，我知道你们是一番好意，而且说的也是对的，但我却早就决定要走自己的路了。实不相瞒，我离开大禹界域后，便打算出发前往10大修炼圣地，那里才是我真正向往的地方。10大修炼圣地？哈哈哈，原来是打算前往10大修炼圣地呀，怪不得会看不上飞雪道场了。10大修炼圣地，那是万古混沌世界最核心，也是所有修炼者都向往的地方，的确远远不是一个飞雪神国所能够比的。而你是逆修，天赋之高，潜力之大，整个飞雪神国怕也没人及得上你，选择去那里修炼，倒也的确应该。但10大修炼圣地可不是你想去就能够去的呀。别的先不说，单单从飞雪神国前往10大修炼圣地的路线，你知道吗？不知道。两位可曾知晓啊？我们两个？剑无双，你太高估我们了。我们两个虽然是3重天界神，在飞雪神国内也算得上是强者，但万古混沌世界最核心的10大修炼圣地，对我们两个来说却只属于传说中，根本不曾去过，也没有打算去，自然就不知道路线了。是这样啊。虽然我没有去过10大修炼圣地，也不知道该如何去，不过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却有曾去过10大修炼圣地闯荡过的，而且那人也是飞雪道场的人。啊？剑无双，要不这样吧，你还是先在这里等我一段时间，不用太久，顶多也就数十年罢了。等我跟大禹的事情结束后，我便带你去飞雪道场，到时我可以找机会帮你去问问那人。至于你加不加入飞雪道场，到时候看你自己决定，如何？可以。那就这样说定了。数十年后，我跟大禹的事情忙完了，便来找你。好。剑无双，那这段时间你可以继续待在我大禹宫内吧。那小罗星局，老夫也继续借给你破解钻研。多谢。果然，突破界神后，我破解这小罗星局的速度比之前要快太多。别想着破解的速度如何快，要慢慢来，按照我的方法慢慢累积，
如此你的收获才会更大。这我当然知道了。成了。60年，从第51部开始，将小罗星局的100部全部破解。这若是让大禹公主跟那乌苍知道，恐怕得羞愧死。唉，原以为我当突破到界神之后，这小罗星局对我应当没有什么用处了。可是现在看来，不仅对我有用，而且用处还非常巨大。现在我把棋局完全破解了，收获太大。不急，还是先跟乌苍大人出发去飞雪道场，到路上我再慢慢消化这些剑术积累，然后创造诀。剑无双，我们走吧。这剑无双修炼还真够刻苦的，从大禹界域出来到飞雪道场，以我这艘界外飞船的速度，不用10年便可以赶到。这么短的时间，他却依旧不放弃修炼，还真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给我滚！是3重天界神，赶紧走！乌苍大人，怎么回事？没什么，只是一些不开眼的小毛贼罢了。小毛贼？盗匪？剑无双，你在这飞雪神国内碰到的盗匪只是小儿科罢了，真正盗匪最可怕的地方是在10大圣地附近的无尽虚空，那里才是盗匪最猖獗、杀戮最疯狂的地方，也是无数强者乃是天才的噩梦。那些因向往10大修炼圣地，从而从各个国度界域内赶来的天才强者，有很多都死在那无尽虚空当中。你要去星辰一脉，必然会经过无尽虚空，那对你而言也是一场挑战。也就是因为无尽虚空非常凶险，我才会让你实力强些再去那儿。无尽虚空？乌苍大人，接下来要是再碰到盗匪，您先别急着把他们赶走，让给我来练练手吧。练练手？我之前破解小罗星局，剑术上有着诸多感悟，这段时间呢，一直在想办法创出更强的剑术来，的确需要有人陪我练手啊。哦，原来如此呀。那好吧，不过尽量别耽误太多的时间。放心吧，不会耽搁太久的。剑无双，前边便是飞雪圣界了，我们过去吧。你虽然来到了这里，但毕竟不是飞雪道场的弟子，所以这段时间里你暂且住在这里，不要到处乱跑。至于去10大修炼圣地的路线，我会找机会帮你问。找机会？我也不瞒你，在我所知的人当中，只有1人是知晓去10大修炼圣地的路线的，这人便是我飞雪道场3大馆主之一的季馆主。季馆主？季馆主在飞雪道场有着极高的权势，实力更是深不可测。他一句话甚至就可以决定我的生死。我虽然是飞雪道场的金衣执事，但也只是偶尔才有机会见到他。剑无双，你在这儿等等吧，半月之后季馆主便会召集众多金衣执事进行议会，到时候我找机会替你问问。半月嘛，那有劳乌苍大人了。那位季馆主今晚召集众多金衣执事进行议会，乌苍大人应该也见到他了，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乌苍大人怎么样了？难道是你替我询问路线，让那位季馆主动怒了？那倒不是，而是我根本就没敢问。啊？没敢问？剑无双，今日议会我原本已经想好了去询问季馆主的，
可在那会议上，我根本不敢开口。不只是我，所有去参加会议的金衣执事都不敢开口，因为季馆主今天很愤怒，他将我们所有的金衣执事都狠狠地训斥了一番，甚至还当场将2名金衣执事给打成了重伤。你说在这个节骨眼时，我敢去问他吗？这好端端的，他怎么会动怒？还不是那排位战给闹的。排位战？什么排位战？是与界神宫的排位战。简吾说，你之前一直待在大禹界域内，应当只听说过我飞雪道场，知道我飞雪道场是飞雪神国的天才集中营。可实际上在飞雪神国内，天才集中营一共有2个，另一个便是界神宫。飞雪道场、界神宫都是由飞雪神国皇室开创的，但却分别处于皇室的2大派系。那2大派系一直在明争暗斗，连带着我飞雪道场跟界神宫平日里自然也都争斗不休。而每隔1万年，我飞雪道场跟界神宫便会举行一次排位战。这排位战说得好听是增强天才弟子之间的交流，可实际上就是一种明面上的较量罢了。啊，这个我倒是能够理解。那位季馆主动怒，莫非是因为这次飞雪道场在那排位战当中输了？不是，那排位战还差3个月才开始。不过虽然还未开始，可我飞雪道场这次的赢面怕是不大。赢面不大？有几成啊？不足3成。这还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在之前，我飞雪道场已经接连输掉了5次排位战了。若是这次也输了，那就是连续输6次了。那今后我飞雪道场在那界神宫面前，怕就更加抬不起头来了。原来是这样，怪不得那位季馆主会动怒了。杰吾说，我有办法去问季馆主了。什么办法？很简单呐，便是让你以飞雪道场弟子的身份去参加这次排位战。我参战？这是最好的办法。我飞雪道场与界神宫的排位战一共分为3场，3重天界神1场，2重天界神1场，1重天界神也有1场。而3场排位战赢得2场，方才算是获胜。这样才能真正比拼我飞雪道场跟界神宫弟子的综合水平。而这一届3场排位战当中，我飞雪道场也就是由3重天界神参加那场排位战有较大的胜面，其他2场几乎很难有赢的可能。但你若是能够以我飞雪道场弟子的身份去参加1重天界神那场排位战，便一定可以取胜。这样我飞雪道场赢得2场，获得这次排位战胜利，季馆主必然也会大喜。到时候我再替你去询问他关于这10大修炼圣地的路线，那就简单多了。简吾说，你没必要顾虑那么多，我飞雪道场的天才们一直都是非常自由的，没有太大约束。就算你加入了飞雪道场，要去要留也是你自己的事，没人会勉强的。只要完成了排位战，得到了路线后便直接离开，也不会有人多说什么。且你若是真的帮我飞雪道场赢得这届排位战的胜利，那你还可以得到一个前往天元秘境的机会。天元秘境？那是我飞雪神国内一大机缘之地啊，历来只有飞雪道场跟界神宫的天才才有资格进入。且排位战之所以1万年一次，也是因为天元秘境1万年才会开启一次，每次开启都会有30个进入的名额，而这名额是由排位战的输赢决定的。若是在排位战上我飞雪道场赢了，那30个名额便都是我飞雪道场的；若是界神宫赢了，那30个名额就都是界神宫的。以往我飞雪道场若是赢得了排位战，得到的30个名额就会交给参加了排位战的30位天才，到时候你当然也能够得到一个。是这样啊。简吾说，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你帮我飞雪道场赢得排位战的胜利，而我飞雪道场则是给你前往10大修炼圣地的路线，外加一个进入天元秘境的机会，这可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啊。好吧，我答应了。太好了，剑无双，你跟我来。刘老，是吴苍你呀？你身边的小家伙是谁呀？啊，这是我不久前结识的一位小兄弟，我看他天赋不错，所以才将他带到飞雪道场来，让他尝试去闯闯飞雪塔。是这样啊。现在飞雪塔内没人，直接去吧。多谢。剑无双，去吧。这飞雪塔一共有10层，你只要闯过了第7层，便算是通过了考验，就能加入飞雪道场了。第7层吗？10层飞雪楼，以这剑无双的实力，恐怕10层都可以闯过去啊。吴苍，你在这儿做什么？我在等人。等谁？我之前在外闯荡结识的一位小兄弟，他现在在闯飞雪塔。哦，那倒真是巧了。我这次任务的途中也结识了一位天才，现在将他带来也是为了闯飞雪塔的。吴愁，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你怎么还动怒了？你我同是飞雪道场的金衣执事，难道就只准你带人过来，我就不行？我懒得跟你废话。怎么样，一切都还顺利吧？还好。闯过了第几层啊？第7层。第7层？我跟他说通过考验的标准是第7层，结果他就闯过了第7层。这小子，第7层，也就刚刚达到进入飞雪道场的门槛罢了。吴苍，你带来的人天赋不怎么样嘛？哼，你带来的天才也未必就强到哪儿去。是吗？东敖，看你的了。吴苍，你还有你带来的这个小家伙，可都要好好瞧好了。我可没工夫跟你在这儿浪费时间。剑无双，我们走。乌苍大人，刚刚那个人是谁啊？你跟他似乎有点过节的样子。他叫乌巢，跟我一样，也是飞雪道场的金衣执事，且我跟他也的确有些过节。这些年，他一直在跟我较劲。走，我带你去见我飞雪道场的第一执事。秦大人，这是剑无双，刚通过了飞雪塔的考验，加入的飞雪道场。我现在带他前来，是想请大人你将3个月后那一重天界神排位战的出战名额给他一个。一重天界神的出战名额，你也要一个？怎么？难道除了我之外还有人要？是乌巢，他之前便传讯给我，说要将一重天界神的出战名额留一个给他。又是乌巢，他到底要做什么呀？我现在便传讯让他过来，等他来了再一起商议此事吧。好了，现在你们人到齐了，就一起说说吧。3个月后的3场排位战，从1重天到3重天，每场都有10个出战名额。那1重天界神的排位战，我飞雪道场自然也会派出10位1重天天才弟子去参加。但这10个出战名额当中，有9个早就已经定下了，是我飞雪道场1重天界神当中最优秀的9人，只剩下最后一个出战名额还不曾定下。而现在这最后一个出战名额，
你们两个都想要，我该给谁呀？当然是给剑无双。只有他可以确保我飞雪道场在那一重天界神排位战上获胜。哼，好大的口气！无苍，我就问你，这剑无双闯过了飞雪塔的第几层？第7层。嘿嘿，那就是了。第7层才堪堪达到我飞雪道场普通弟子的水准而已。可你知道我带来的东鳌刚刚闯过了第几层？第8层，甚至就连第9层，他都只差1步就闯过去了。但从这一点上，这两人孰强孰弱，便已经见分晓了。只差1步闯过第9层，一个飞雪塔而已，闯过的层数多，又能说明什么呀？你还嘴硬？好了，都闭嘴！你们两个应当很清楚，我飞雪道场已经有连续5次在排位战中败给了界神宫了。这一届若是再败，那我飞雪道场就真的抬不起头了。之前在那议会上，季馆主的愤怒，你们应当也感受到了。如此重大的事件，岂能儿戏？你们两个不都说你们带来的天才了得吗？既然如此，那就用最简单的办法，让他们两个1对1对战，谁胜了，谁便得到那最后一个出战名额。你们可有意见？没有。龙浩，你是我飞雪道场1重天界神当中的第1人。3个月后，1重天界神的那场排位，必将以你为主。你现在好好看着，看着他2人里面，哪个更适合随你们一同出战？是。你们两个，开始吧。剑无双，之前闯飞雪塔，你只用闯过第7层，达到要求就行了，可以不用在意。但现在你得稍微认真一点啊！放心吧，我有分寸。我让你先出手，拿出你的全部实力来，否则你就没机会了。哼，倒是真够自信的，我倒是要瞧瞧你的自信从何而来。这力量不弱，是秘术。他身上弥漫的灰色雾气，令他的神力暴增不少。是2阶绝学，虽然只是2阶出的，但也不错了。果然，仅仅只闯过飞雪塔第7层的你，实力只有这等程度。无苍，这就是你所说的只有他才能够让我飞雪道场在那场排位战中取胜的天才。哼，别让人笑掉大牙了。哼，这战还未结束，你着什么急啊？原本还想用你试试我这几年新创的几式剑术绝学，但既然你这样说，那就直接结束这一战。可笑。不可能，我不甘心。刚刚只是我一时大意，没有防备，才会让你偷袭得手的。剑无双，你我再来过。再来过。无愁，这便是你带来的天才，就这种货色，都已经输了。若非剑无双留守，他都已经死了。可现在他竟然还有脸要剑无双再跟他比过。蠢货，还不赶紧滚下来！我不服。龙浩，这2人的对决你都看到了，你可有决定？是。刚刚那一战，
原本剑无双一直处于下风的，但最后他之所以能够直接将东敖击败，那是因为施展了意识攻击，而且还是非常强横的意识攻击，让东敖这位一重天巅峰界神抵挡不了。如此厉害的意识攻击手段非常难得。这一次我们去参加排位战的9位一重天界神，包括我在内，都没有擅长意识攻击的。这剑无双的实力强弱先不说，他的意识攻击倒是的确能给我们带来不少帮助。既如此，剑无双，这3个月的时间你要好好准备。3个月后，与龙浩他们一同去参与一重天界神的排位战，务必要夺得那场排位战的胜利。是。剑无双，这3个月你也跟我多交流交流，多些了解，等到了排位战上，配合起来也会更加默契一些。好。剑无双，你可真够行的呀，竟然一直不展露真正的实力。没必要，我又不会一直待在飞雪道场内，仅仅只是一个过客而已。只要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便会离开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没必要太过张扬。就算是到了排位战上，要是不需要我出手的话，我也不会出手的。你还真够低调啊！你现在不出手可以，但到了排位战上却必须要出手。毕竟在实力上，我飞雪道场这一届的一重天界神天才，跟那界神宫比起来，终归还是要差上一筹的。你若不出手，内战几乎没太大悬念。放心吧，我有分寸，该出手的时候我会出手的。那就好。好可怕呀，好可怕的2个人。那2个人气息之强，远远不是界神所能够比的。不出意外，他2人已经是凌驾于界神之上。的确，这2人都已经超出了界神的范畴，达到了全新的层次。那一层次，在万古混沌世界，恐怕是在最核心的10大修炼圣地当中，也已经属于真正的强者了。不过，却还算不上是大能，跟洛真王、星辰一脉创始者比起来，还是差得太远。纵然不是大能，但要灭杀我，却是吹口气的事。剑无双，那位便是季馆主，在我所知道的强者里面，就只有他曾经去过10大修炼圣地闯荡过，也只有他知道如何去那儿的路线。他便是季馆主。季馆主啊，我界神宫已经赢得了5届排位战了，若是这一届再赢的话，那今后也就没必要再进行排位战了，一点意思都没有。